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。如果您喜欢你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，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。18.4亿票房加央视女主张若楠被资本宠爱的真相，3个中国人隐形成功法则。3月22日，由郑晓龙执导的年代剧《冬去春来》在央视8套正式开播。开播仅30分钟，收视率就迅速冲破 3.16%， 直接刷新了央视8套今年最快破3的记录。第二天，收视数据继续稳步攀升，达到了 4.08%， 牢牢占据全国同时段第一的位置。这个开播成绩，在当下剧集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，显得格外亮眼。剧中，张若楠饰演一位从温州跑到北京讨生活的歌手庄庄。这个角色热度在播出后短短40小时内就突破1级，一人就贡献了整部剧 97% 的热度数据。紧接着，真维斯官方宣布他成为全球代言人，品牌宣传视频一上线，就被各大平台疯狂转发，讨论度直线上升。再往前推半个月，3月10日的电视剧品质盛典上，他因为赶戏行程紧张，只用了短短10分钟时间走完红毯。然而，就是这10分钟拍出的生图，却直接霸占了当晚热搜榜，还顺势拿下了年度突破表演巨星奖。这样的表现，让人不由得感叹他的影响力。从最早的淘宝模特，到如今央视黄金档的女主，从戏份不到20分钟的配角，到手握 18.4亿主演票房的95花榜首，张若楠已经踏踏实实走了整整9年。这条路看似顺风顺水，其实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。为什么在内于那么多漂亮姑娘当中，资本和市场偏偏如此坚定，如此持续地选择捧她？这个现象，不少人都看在眼里，也引发了很多讨论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。答案其实并不复杂。它就藏在他身上的3个特质，而这3个特质恰恰戳中了中国人最认的那套做事逻辑：稳、实、靠得住。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。首先是干净的形象。在娱乐圈这个地方，艺人翻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新闻。今天这个被扒出轨，明天那个私生活混乱，投资方砸下去的大笔资金，动不动就打了水漂。所以对资方来说，挑选艺人合作，最怕的从来不是对方不够红，而是对方随时可能出事。一旦出现意外，整个项目、整个品牌形象都可能瞬间受损。张若楠出道9年，身上没有任何一桩实锤的绯闻。不光没有绯闻，连娱乐圈里常见的那些争议，比如私翻位、耍大牌、霸演、尬戏，也都和他完全沾不上边。他就像行业里的一张安全牌，和他合作，资方可以完全不用操心场外会出任何幺蛾子。这种安心感，在当下市场环境下，其实是非常稀缺的资源。这种性格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很直接的关系。1996年，张若楠出生在浙江温州乐清，家里老人一度有重男轻女的思想，给他取名若楠，希望能招来个儿子。后来家里陆续生了4个孩子，3女1儿。他作为老大，从小就跟着父母在石家庄做生意，10几岁就开始帮忙带弟弟妹妹，早早学会了不惹事、扛责任这种生活态度。大学他读的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，本来和演艺圈八竿子打不着。2015年，他参加校园选美进了30强，随后开始做淘宝模特补贴家用。那段日子真的很苦。零下10度的天气，却要穿单薄的夏装拍照，一整天下来才300块钱。第一次拿到5000块工资的时候，他手都在发抖，转头就把钱全部寄回了家。正是这段经历，让他后来格外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。入行之后，他一直保持非常低调的状态，除了作品宣传期，几乎不主动曝光自己。感情生活上也一样，从来不用恋情去炒作。妈妈从他20出头就开始张罗相亲，甚至介绍过大他10岁的对象，他配合归配合，但从来不把这些私人事情摆到台面上消费。
当三妹结婚的时候，他专门从北京赶回温州参加婚礼，全程只是站在远处默默看着，没有借家人的喜事给自己增加任何热度。在一个靠恋情绯闻涨热度都已经变成常规操作的圈子里，他这种拿捏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，反而让他在资方眼里成了最省心、最可靠的人选。这一点其实已经为他后面的事业发展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。第二是能打的实力，人品再好，如果没有真本事，也很难长久立足。资本愿意捧一个艺人，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能不能实实在在赚钱。张若楠最硬的底气，就是他用一部一部作品堆出来的票房和收视成绩，这些数据摆在那里，谁都无法忽视。截至今年3月，他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达到 18.4 亿，一番票房超过 6.61 亿，是95花里唯一一位手握2部过亿一番电影的女演员。这个成绩在同辈女演员当中显得尤为突出。2018年，她的电影处女作《悲伤逆流成河》上映，最终票房 3.57 亿。虽然她当时的戏份并不多，但顾森湘那个白月光角色却让无数观众记了很多年。2021年，她和许光汉搭档的《你的婚礼》拿下 8.22 亿，不仅登顶年度爱情片票房冠军，还刷新了国产爱情片首日票房纪录。之后的《如果声音不记得》3.34亿，照明商店2.75亿，就连小成本的请别相信他也收获了5000多万。无论面对大制作还是小成本，无论是一番还是配角，他参演的作品基本都能给资方带回稳定可观的收益，从未出现过扑街的情况。这种稳定性对投资方来说简直就是最有力的保障。电视剧方面同样亮眼。2025年，他和白敬亭主演的《南红》一开播就彻底爆了，优酷热度破万，790万预约量创下平台现偶剧纪录，正片播放量达到11亿，还登上全球热度榜第6，并被多个国家选入汉语教材。今年的《冬去春来》则让他顺利完成从现偶剧女主到正剧演员的转型，用实打实的演技拿下了央视的基本盘。从校园剧、甜宠剧到悬疑剧、年代正剧，张若楠展现出的角色适配度非常强。那张脸天生就有一种百搭感，和谁搭戏都能产生化学反应，什么题材似乎都能稳稳接住。对平台和资方来说，这就是最实在的收视和流量保障。它的商务价值也因此水涨船高，纪梵希品牌大使、珀莱雅代言人、热风首位代言人、真维斯全球代言人，高奢、美妆、大众服饰各个赛道都有他的身影。2025年9月，他1个月内连续拿下多个头部品牌代言，商务转化率常年稳居内娱女星前列。冬去春来播出期间，他的商业价值指数更是周环比上涨 37%。品牌愿意找他，不仅仅是因为国民度和路人缘好，更重要的是他的形象健康稳定，男女粉丝通吃，完全不用担心他会突然翻车，给品牌带来任何风险。这种长期稳定的商业价值，正是很多艺人可望而不可及的。第三是肯干的态度。非科班出身是张若楠入行时最大的短板。2017年，《悲伤逆流成河》剧组通过微博私信找到他试镜，他因为完全没有表演经验，前后连拒了3次，直到剧组通过朋友再三邀请，他才硬着头皮进组。没有系统学过表演怎么办？他选择最笨也最有效的方法，提前几个月进组，把每一句台词背得滚瓜烂熟，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的抠哭细节。有一场坠楼前的重场戏，他拍了整整1夜，导演喊过之后，他还一个人留在现场琢磨哪里可以演得更好。就这么一个戏份不到20分钟的角色，却成了很多人心里的校园白月光，也正是开启了他真正的演艺之路。9年来，他一直在不断打破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。在《革命者》里，他完全收起甜妹气质，演出了李大钊女儿李新华身上那股革命后代的劲头。在《凡人歌》里，他把北漂女孩李小月的洒脱与挣扎演得入木三分，
很多观众看完后都说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在照明商店里，他饰演直面生死的护士许念，把恐惧与勇敢之间的微妙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到了这部冬去春来，他更是彻底撕掉甜妹标签，素颜出演底层北漂歌手。剧中有一场戏，庄庄在婚宴上被客人起哄唱低俗歌曲，他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笑容，把歌唱完，下台走到没人的角落时，手却开始不受控制的微微发抖。仅仅这个小小的细节，就让不少观众重新认识了他的演技深度。张若楠在采访中曾经说过，自己不敢休息，不是怕被行业甩下，而是真的没得选，家里的开销、弟弟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。即使行程排得再满，他也从来不会敷衍了事。拍雨戏，他可以在冷水里泡几个小时不吭一声；拍哭戏，全程靠真情实感，从不用眼药水辅助。哪怕在赶路的途中，他也一直拿着剧本反复琢磨角色。3月10日品质盛典那天，他因为要赶戏，只用了10分钟走完红毯就离开，但就是这10分钟拍出的生图，状态依然自然舒展，照样刷屏全网。随时都能拿出最好状态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能力。张若楠这9年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扎实。资本愿意持续捧他，说到底就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了这3样东西：做人干净不惹事，做事靠谱有成绩，肯吃苦愿意学。这3个特质合在一起，不仅让他在娱乐圈脱颖而出，其实放在任何一个行业、任何一个领域都同样管用。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干净可靠，能持续输出价值，并且愿意长期努力，那么他就永远是最被信任、最被支持的那一类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内娱有那么多漂亮面孔，市场依然会用最清晰、最稳定的方式去抬升张若楠。你认为在这3个因素当中，哪一个对一个艺人的职业生涯最重要？张若楠这样的发展模式，在未来几年内娱环境里还会继续有效吗？